在美辛苦大半辈子的叔叔阿姨们，我是周易安。今天这期视频直接关系到您每月那张至关重要的支票能不能安稳落袋，请您一定抽时间看完。前几天我接到德州王阿姨的电话，她声音发抖。王阿姨70岁，靠每月 SSI 救济金生活，但上个月收到社安局通知，福利即刻停发，并追讨过去2年多发给她的一共23000美元。原因仅仅是他的储蓄账户加上活期余额在某个月底总额超过了2000美元这条线，就因为这超出的几十块，甚至只是利息，触发了月底结算规则。政府的逻辑冰冷直接，有钱就不算穷，不该领救济。朋友们，这不仅是王阿姨一个人的事，随着2026年临近，政府查得越来越紧，这已是实实在在的狂风暴雨。过去一些老办法，比如把钱取出现金藏在家里，在如今大数据时代，不仅可能保不住福利，还可能惹上福利欺诈的麻烦。我花了1周时间研究社安局政策，今天必须和大家说清3个关键问题。第一，2000美元这条生死线为何如此要命？第二，现金藏家里真的安全吗？第三，万一钱超限了，该怎么合法聪明的花出去，既改善生活，又保住福利资格？内容较长，但为了您的晚年安稳，请一定耐心看完。在讲具体方法前，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一点帮助，请不吝点赞，更希望能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您的一次转发，或许就能帮助一个人获得有用的知识，这非常有意义。首先，咱们得搞懂这个让无数老人提心吊胆的数字，个人资产2000美元，夫妻一共3000美元，它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是谁拍脑袋定的？我告诉您，这个标准不是今年定的，也不是10年前定的，它是在遥远的1989年，也就是整整35年前定下的规矩。各位老友记，咱们一起回想一下，1989年是个什么光景？那时候的2000美元可是一笔不小的钱呐，可能都能买辆不错的二手车了，一个月的房租或许才100-200块。可是您看看现在，马上都2026年了，2000美元在大城市里够干什么？可能连一个月的房租都勉强，万一身体不舒服叫趟救护车，这笔钱恐怕都不够付账单的。这就形成了一个特别可怕的剪刀差，一边是鸡蛋、牛奶、房租、水电，什么都在涨价，钱越来越不经花；另一边，这条资产上限却像被焊死了一样，35年来纹丝不动。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这个原本为了防止富人开豪车领低保的标准，现在却变成了一把悬在真正省吃俭用的穷人头上的刀。您只是想存点钱修修漏雨的屋顶，或者给自己预备一块墓地，又或者是想给孙辈包个红包，就这么一点点心愿，都可能让您一不小心就踩过那条红线，啪一下福利就没了。那为什么政府就不能行好，把这个限额提高点呢？比如提到5000或者1万。其实啊，国会里不是没有这样的声音，也有议员提出过像储蓄惩罚消除法案这样的提案，想让这个标准更符合现在的物价，但只要法律一天没改，咱们就得遵守一天。更深层的原因，大家可能也感觉到了，那就是政府也缺钱啊，社保基金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也得想办法节流。那么，严格审查，把那些他们认为不合格的人找出来停掉福利，就成了最快见效的回血方法之一。而且以前不查或者查得松，是因为确实人力有限，靠人工对账效率太低，但现在可完全不一样了。社安局现在全面启用了一套叫做金融机构访问系统的东西，这名字听着复杂，说白了就是社安局的电脑系统和全美国几万家银行、信用合作社的电脑系统连了网，实现了数据自动交换。以前基本上是靠咱们自己申报资产，现在变成了系统自动扫描，实时监控，只要您名下所有银行账户的总余额，在任何一个月的最后一天半夜12点时超过了2000美元，哪怕只超过了1分钱，系统的警报会自动拉响，停发通知的程序可能就自动启动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2026年的审查是动真格的，因为机器执行规则是不讲任何情面，也不会心软的。说到这里，周易安必须要把喉咙喊破，也要强调一个最关键，也是最容易搞混的点。咱们今天从头到尾讲的这个严苛的资产审查，针对的是 SSI 补充保障收入，而不是您可能也在领的社保退休金。
如果您年轻时在美国老老实实工作，攒够了40个税点，大约相当于全职工作10年，您现在领取的退休金，那是您自己交税积累下来的养老保险，是您的合法权利。哪怕您银行里有几十万存款，名下有好几处房产，政府都无权过问，那是您应得的。但是，如果您因为种种原因，比如来美国的时间比较晚，没有积累足够的工作记录和税点，现在领取的是每个月900多、1000出头的这种补助，那就属于 SSI 范畴。SSI 的本质是福利，是救济，它的核心逻辑是政府只帮助那些一无所有的穷人，所以它才会配套如此严格的资产和收入限制。如果屏幕前的您领的是社保退休金，那可以稍微松一口气，接下来的内容您可以当做知识了解，或者转告给需要的人。如果您领的正是 SSI， 那么请您打起12分精神，接下来的每一句话都是为您量身定做的。好了，大的背景咱们弄清楚了，现在咱们就拿着一把放大镜，仔细看看这2000美元的红线到底是怎么算的。很多朋友可能会想，我银行里就几百块钱，肯定安全吧？周一安要告诉您，不一定。在社安局的那本账里，很多您觉得不算什么的东西，都可能被算作资产，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按照社安局的规矩，凡是您可以变成现金，用来支付食物或住房开销的东西，原则上都算作您的资产。这主要包括：第一，所有的银行存款，不管是支票账户、储蓄账户，还是定期存单 CD， 所有银行里您名下的钱加在一起算总数。第二，您手头持有的现金，不管是在钱包里、藏在床垫下，还是锁在保险箱里的现钞，都算。第三，您家里的第二辆车、第一辆车，不管值多少钱，只要是用于您看病、买菜这些基本生活需求的，就不算资产。但如果您名下还有第二辆车，哪怕是一辆快报废的老旧皮卡，只要它还有市场价值，能卖掉换钱，这个价值就要算进您那2000美元的限额里去。第四，这是一个超级大坑，就是某些人寿保险里的现金价值。很多华人朋友喜欢买那种带有储蓄功能的终身寿险，如果您的保单面值超过了一定数额，里面积累的现金价值是可以由您提取出来的。那么这部分钱就会被社安局视为您的资产。很多人辛苦交了10几年保费，最后却因为这个丢了福利，实在冤枉。第五，海外的资产。您在原籍国是不是还有房子？有没有没取完的退休金或者股票？以前可能信息不通，但现在全球税务信息交换越来越普遍，一旦被查出来，不仅福利不保，还可能背上隐瞒信息的嫌疑。当然，社安局也不是什么都算，有几样东西是明确的避风港，不算在资产里。第一，您自己居住的房子，无论市值多高，都不算。第二，用于您日常出行的那一辆车。第三，家里的家具、电器、衣物、结婚戒指这些个人和家庭用品。第四，为您自己提前安排好的目的以及签订的不可撤销的葬礼合同款项，这个后面我们会详细说。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关键，必须理清的概念，收入和资产的区别。简单说，这个月刚进来的钱叫收入，而这个月没花完，留到下个月的钱就变成了资产。我给您举个实例就明白了。假设赵大爷每月的 SSI 是943美元，1月份他儿子孝顺给了他500美元现金当生活费，那么在1月份，这500美元就算作赵大爷的未得收入，会直接导致他1月份的 SSI 福利被相应抵扣，甚至归零。如果赵大爷这500块到1月底还没花，留到了2月1号，那么从2月1号开始，这500美元就从他儿子的赠与收入变成了赵大爷自己的资产。如果此时他银行里本来有1600块，加上这500，总资产就变成了2100块。好，超标了，2月份的福利直接停发。您看，这就是很多长辈觉得委屈的地方，孩子孝顺我，怎么反而害了我？因为在 SSI 的规则眼里，既然有人供养您，政府的责任就减轻了。听完这些，可能又有长辈会说，周一安，照你这么说，银行查得这么严，那我全部取成现金放家里，总查不到了吧？他们总不能来我家搜吧？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个大问题。社安局的审查员可不是吃干饭的，他们都经过专业训练，看的是一个完整的资金流向逻辑。比如说，
您每个月福利金是900块，但您租的房子月租要1200块，再加上水电煤气、吃饭买菜，一个月起码得花2000多。您不仅活得好好的，时不时还能去茶楼坐坐。审查员一看，这账对不上啊，支出明显大于收入，差额哪来的？他们就会来问您。您要是回答，我用的自己以前存的现金，审查员会记下，哦，您有未申报的资产，超标，停发。您要是说，是我儿女给的现金，审查员会记下，哦，您有未申报的收入，需要抵扣福利，怎么样都绕不出去。而且在家里藏大量现金，本身就有巨大的风险，火灾、盗窃就不说了。万一因为别的事情，比如邻居纠纷报警，警察上门依法搜查，发现您家里有一大笔来路不明的现金，按照美国的法律，警方甚至有权以可能涉及非法活动为由，暂时没收这笔钱。到时候您想解释清楚，可就难上加难了。为了让道理更透彻，我给大家讲3个真实的案例，名字我都换过了，但事情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案例1，吴先生，他领 SSI 很多年，一直很谨慎。去年他女儿买房，首付差点，一个亲戚愿意帮忙，把1万美金打到了吴先生的账上，想着让他的2天转给女儿，走个账。吴先生觉得这钱就是过一下手，自己1分没留，应该没事。结果大错特错，在社安局系统里，这1万美金进账的瞬间，他的资产就爆表了。更严重的是，他立刻把钱转给女儿，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叫做低于市场价值的资产转移。社安局会认为，你既然有钱可以送人，哪怕是转手，就证明你不缺钱。最终，吴先生不仅被停发福利，还被处以长达36个月的福利禁令期，意思是未来3年，他都没资格再领1分钱 SSI， 就因为这好心的过一手。案例2，郑阿姨，她20年前听人介绍，买了一份带有储蓄功能的终身寿险，一直没怎么管。今年社安局发信进行资产审查，问到她这份保单，她去保险公司一查，才发现这些年累积下来的现金价值已经超过了8000美元。虽然她1分钱没取过，但在法律上，这笔钱是她随时可以动用的资源。结果就因为这笔她几乎忘记的资产，郑阿姨被判定超标，不仅停了未来的福利，还要追回过去数年已发放的款项，总额高达3万多美元，真是欲哭无泪。案例3，刘伯伯，他领着 SSI 想回中国老家探亲住半年，他知道离境超过30天要申报，福利会暂停，但他心存侥幸，没报告就回去了。在老家期间，他用身份证办了一张银行卡，把国内的一点退休金存了进去。他以为中美相隔万里，社安局不会知道，但随着国际间金融信息交换的日益严密，这个账户的信息有可能被匹配到，一旦社安局发现他在境外有可支配资产，那么他不仅会被追回离境期间违规领取的福利，还可能因为隐瞒境外资产而面临更严重的欺诈指控。说到这儿，手里已经有些积蓄，正感到不安的朋友可能更着急了。周易安，那我这多出来的钱到底该怎么办？难道扔进海里吗？当然不是，我们的目标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聪明地把这笔多余的钱转化成不被计算的资产，或者花在合规的地方，这招叫做资产减额。下面我给大家指几条明路，您可要记好了。第一招，赶紧去还清债务，无债一身轻。如果您有信用卡欠款，医疗账单还没付，或者之前向亲友借了钱，最好有借条，现在正是用这笔钱去还债的好时机。偿还债务是法律认可的减少净资产的正当方式，把钱用来清债，您少了心理负担，资产也降下来了，一举两得。第二招，升级您的避风港资产。既然自住房和一辆车不算资产，您就可以把钱投资到这上面，比如家里屋顶老旧了，赶紧请人来翻新；家里的暖气空调系统不行了，换套新的；那辆代步车总是出毛病，存在安全隐患，那就换一辆更可靠安全的二手车乃至新车，记住保持只有一辆。或者给家里添置一些必须的大件电器，像冰箱、洗衣机、电视机，把现金变成这些实实在在改善您生活的物品，完全合规。第三招，提前安排好身后事，设立不可撤销的葬礼信托，这是非常重要且有效的一招。您可以去找一家靠谱的殡仪馆，签订一份不可撤销的葬礼预付合同，
请注意，一定要是不可撤销的。这意味着这笔钱您付出去后，所有权就不再是您，只能用于您未来的葬礼相关开支。这笔钱，哪怕是1万、2万美元，社安局都不会将它计入您的资产限额。与其让钱因为超标而被政府追讨，不如用它来为自己安排一个体面的身后事，既不给孩子留负担，自己也安心。这是我们华人传统文化中一种深谋远虑的智慧。第4招，投资在自身的健康上。很多 SSI 受益人的医疗白卡 Medicaid 并不涵盖所有医疗服务，比如复杂的牙科治疗、种牙、镶牙、高品质的助听器或者特定的理疗器械。如果您手头有余钱，完全可以用来解决这些健康问题。去看牙医，配一副好点的老花镜，买一个按摩椅，缓解关节疼痛，把钱花在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维护健康上，社安局绝对无话可说，这才是最值得的投资。第5招，特别针对残疾人士的福利 ABLE 账户。如果领取 SSI 的是一位残疾人，并且其残疾状况发生在46岁之前，请注意，这个年龄限制未来可能放宽，那么您可以考虑开设一个 ABLE 账户。这个账户允许每年存入一定额度的资金，远超 SSI 的资产限制。账户内的钱用于残疾相关的开支，并且不计入 SSI 的资产审查。这是政府给予符合条件残疾人的一项重要福利，一定要善加利用。在告诉大家该怎么做之后，周易安更要郑重提醒哪些事千万不能做。第一，不要简单粗暴地把钱直接转账或取现送给子女亲友，这会儿触发赠与惩罚，导致长达36个月的福利资格冻结。第二，不要认为大量取现藏在家里是妙招，这既危险又在逻辑上无法通过支出审查，是掩耳盗铃。第三，绝对不要用别人的名字开户存钱，比如用子女的名义，这属于欺诈行为。一旦对方发生意外或产生纠纷，您的钱很可能血本无归，并且将面临法律严惩。各位朋友，今天安康百惠的周易安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核心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在美国，领取福利保障生活并不丢人，但这确实是一项需要清晰了解规则并谨慎操作的技术活。2026年步步紧逼的资产审查风暴，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整个系统在技术加持下，执行规则变得更加严格和自动化了。我们过去那些大概没问题，别人都这样的模糊观念，必须彻底更新了。这条1989年定下的2000美元资产上限，在如今看来确实不尽合理，甚至有些苛刻，但在它被法律修改之前，它就是我们头顶真实的规则。我们要做的，不是抱怨，也不是冒着巨大风险去硬闯，而是要学会在规则的边界内，最大限度地保护好自己的权益，安排好自己的人生，把可能惹麻烦的多余现金转变成休憩一心的屋顶，一口健康的好牙，一份安心的身后安排，这才是面对现实安享晚年的真正智慧。最后，周易安想请大家一起思考并讨论一个问题，您觉得这个35年来从未调整过的2000美元资产上限，在如今这个物价飞涨的时代还合理吗？如果让您来建议，您认为这个额度设定在多少，才能既有效防止资源滥用，又能让像王阿姨、吴先生这样勤俭的老人家能存下一点应对急用的钱，活得稍微从容一些？是5000、1万，还是更高？请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也注明您所在的州。您的声音非常重要，每一次理性的讨论都是在为我们这个共同的社群争取关注和理解。如果您觉得今天安康百惠的分享，哪怕只是为您提了一个醒，也请您点赞支持，并把这条视频转发给您身边正在领取或关心 SSI 福利的亲友、邻居，别让大家因为不了解这几条关键规则而失去了晚年赖以为生的基本保障。我是周易安，来自安康百惠，一个真心盼望所有在美华人都能老有所安、老有所依的政策解读员。咱们下期视频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财务合规，日子过得平稳安心。